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诚意剧组被围盗发倡议书，粉丝嘴上说体谅，脚下却把拍摄地堵成一团。最近这出戏，说白了就是一群人把喜欢硬生生完成了添乱，还要顺手给自己贴个懂事标签，嘴上喊着体谅，脚底下却把剧组拍摄地围得水泄不通。这种操作放在娱乐圈里，基本等于一边说爱，一边拿着锤子往人家门上砸。诚意工作室、果果留声机、剧方三方一起发倡议书，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，翻译成人话就是别再来了，真出事了谁都不好看。这是最扎眼的地方，不是粉丝热情，而是热情已经开始越界，越到不讲规矩的地步。前面还可以叫探班，后面人一多，现场秩序、拍摄节奏、演员状态、围观安全，全都成了摆设，最后还要靠请自觉撤离这种最温和的方式去收场，已经很说明问题了。一个本来应该是支持作品、支持演员的行为，硬是被折腾成了现场管理难题，这就不是加分，是给人添堵。更讽刺的是，很多人嘴上说的特别好听，什么别影响他拍戏，别耽误他音乐节，他会辛苦的，我们是为了他好，听着像站在对方立场上替人着想，实际上呢，核心还是自己的满足感，还是想亲眼见一面，想在现场刷存在感，想证明我在场。真要完全替他着想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别去，别围，别堵，别把别人工作的地方变成自己的追星打卡点。说到底，真正替偶像减负的人，往往连一张照片都懒得要，真正想把人困住的，才最爱打着爱他的旗号高声表忠心。这类事在内娱一点都不新鲜，甚至可以说是饭圈最经典的老毛病之一。表面是打 call， 实际是绑架。追星这行最怕的不是没热度，是热度失控。失控之后就会出现一种很滑稽的局面，偶像明明是工作的人，粉丝却开始自动带入家属和监工身份，觉得自己有资格决定对方什么时候休息，什么时候见面，什么时候营业，甚至连对方该不该去参加另一个活动都想插一脚。这个逻辑一旦跑偏，最后就会从我支持你变成你的按我的期待走。这不是爱，这是控制欲，披着灯牌外套上班。诚意这次被推到台前，恰好把饭圈这套最难看的底层逻辑照了个明白。很多粉丝最爱幻想一种叙事，就是我这么努力奔赴，他一定会感动，他一定会记住我，然后把自己的人肉奔赴包装成正能量。可娱乐圈从来不是靠感动运转的，剧组更不是靠情绪过日子的地方。演员站在镜头前，拼的是状态、时间、体力、专注度，不是看谁在外面喊得更响。你今天把拍摄地围满，明天剧组为了秩序和安全临时调整流程，最后吃亏的是整个团队，甚至连演员本人都可能被迫为场面买单。这套玩法还有个特别招人烦的地方，就是总有人喜欢把见面包装成兑现承诺，先把情感债务预先记账，再把现场聚集合理化，仿佛只要演员曾经直播里说过一句线下见面会，粉丝就天然获得了去任何场合围堵的许可证。问题是，承诺是承诺，边界是边界，生日直播里说的见面，不等于你能把他拍戏的地方当成兑现现场，更不等于你能拿一场正在进行的工作去替自己争取情绪价值。把等合适时间、合适地点见面这句话听成现在就该去渡人，这不是理解能力问题，这是故意装糊涂。还有一个很现实的行业背景，很多人根本没看懂。明星工作从来不是单线程，尤其像诚意这种同时涉及剧组拍摄、音乐节活动、个人形象运营的人，
时间排得比普通人想象中更紧。剧组一天的拍摄计划是按场景、灯光、演员状态、群演安排、场务调度一整套链条转起来的，少一个环节都可能拖半天。粉丝围在外面看似只是站一站，实际上对现场来说意味着安保压力上升，外围秩序增大，进出路线变复杂，偷拍和泄露风险飙升，稍微出点岔子，整个拍摄的效率就往下掉。你以为自己是去送温暖，剧组眼里你可能就是变量。娱乐圈处理这类事，向来有一套默认操作。先是艺人团队发提醒，语气尽量温和，给足面子，顺手把出于安全考虑，请勿聚集、感谢、理解这些词都摆上来，等于先做一次软着陆。再往后，如果还不收，剧方会开始下场，因为一旦影响拍摄，剧组才是真正的直接受害者，演员只是表面上被围，实际受损的是项目推进和保密工作。最后一步才会到更强硬的管理，比如加强安保、限制围观、清场、风控路线。别看这些动作平时不怎么摆到台面上，实际每个成熟项目都经历过。区别之在于，有的人体面，有的人难看。饭圈里最常见的误判，就是把我支持他理解成我可以无限接近他。这其实是一个很老套的心理陷阱，叫把情感对象当成自我证明工具。你喜欢一个人，原本应该是欣赏他、支持他、接受他工作的边界。可一旦粉丝经济把支持变成了占有，一切就开始变味。今天是拍摄地探班，明天是机场拦截，后天是活动强行冲场，到了最后，大家都在用各种方式证明自己离他最近，结果最近的那个人反而最难正常工作。真要说成熟，成熟不是把现场搞得像朝圣，是知道你站在他工作边上，不代表你拥有了他生活的使用权。这类闹剧以前已经演过太多次了，只是换了个主角，换了套灯牌颜色，底层套路都差不多。早年有些流量艺人一到机场就能被围得寸步难行，粉丝嘴上说只看一眼就走，结果一眼能看出3小时，安保一路推一路堵。机场大厅像临时演唱会分会场，最后艺人被骂耍大牌，粉丝反倒自我感动的不行。还有些剧组探班，本来就是偶尔一次的福利，结果被组织成应援任务，人越来越多，拍摄秩序越来越差，剧方最后只能切断信息源，连正常通告都不敢提前放。你看，嘴上说追星文明，实操起来总有人想当现场指挥官。再往前翻，饭圈翻车的案例更是一箩筐。某些偶像塌房之后，粉丝第一反应不是反思，而是冲去洗的、控评、删帖、举报，恨不得把所有负面都按进土里，结果越压越炸，最后把整个圈层的信誉都赔进去。还有些粉丝团体特别爱打着守护哥哥的名义互相竞争，今天比谁去得早，明天比谁站得近，最后谁都没真正帮到艺人，反倒把追星变成了一场大型消耗战。诚意这件事的可怕之处就在这儿，表面上看是有爱，实际上是饭圈那套熟悉的失控症候群，一旦人数上来，任何自觉2个字都可能被现场情绪冲垮。很多人总喜欢把问题推给少数极端粉，听起来像是在切割，实际上是最偷懒的解释。不是少数极端粉的问题，是整个追星环境里，很多人都默认了只要没闹大就不算错的逻辑。于是大家都在试探边界，今天一小撮人先去，明天更多人跟上，谁都觉得自己只是其中一个，最后现场就被一点点堆满。这个过程特别像滚雪球，没人愿意承认是自己推的第一下，但雪球一旦滚起来，砸到的永远不是最开始装无辜的那几个人，而是整个项目，
整个团队、整个公众观感。从公关的角度看，三方同时发倡议书，其实已经是在告诉外界，问题不是个别失控，而是必须立刻止损。工作室发声，代表艺人团队已经感受到压力；剧方发声，说明拍摄秩序已经受影响。果果留声机也出来劝离，等于连粉圈自家都意识到，继续下去会把局面搞烂。这个动作的重点不在于谁说的更好听，而在于他们已经默契地把同一个信息往外推。别再用你的热情绑架这份工作。娱乐圈里很多事，真正到三方一起说话的时候，通常就不是小事了，至少说明现场已经不适合继续靠心照不宣解决。程毅这类演员的粉丝结构本来就容易出现一种双重心理，一边希望他稳稳地拍戏，拿作品保持神秘感，另一边又忍不住想离他近一点，再近一点，最好近到自己能成为他日常的一部分。问题是，演员的职业价值本来就建立在距离感上，尤其是靠角色、靠作品吃饭的人，私域边界越乱，职业形象越容易被反噬。你看很多一线艺人为什么后期越来越谨慎，话越来越少，不是他们突然变冷淡了，是他们终于知道外界给的热爱里掺了太多控制、窥探和消费。真到那个阶段，谁都不会感谢你热情，只会感谢你没有添乱。更深一层看，这其实是饭圈文化里功劳感过剩的老问题。很多粉丝会默认自己买票、做数据、做应援、冲活动，就已经和偶像建立了某种道德关系，于是开始期待回报、期待回应、期待被看见。可偶像并不是一家公司发的返利券，不存在你投入多少，他就必须回馈多少。艺人只要还在工作，很多时候就是在统一对外的使用形象，不能因为谁更努力就给谁开后门。把追星做成投资，把陪伴做成交易，再把没得到情绪回馈理解成委屈，这种心态最容易让人滑进失控边缘。再说句难听的，很多所谓的为他好，其实更像给自己找存在感。去现场不是为了不打扰他，而是为了证明自己离得近，知道得早，抢得到位，能拍到图，能发出声量，能被同单点赞。追星这门生意，天然就会诱发这种竞争心理。谁更早到，谁更近，谁更懂规则，谁就更像真粉。于是有人开始抢前排，有人开始拼命卡点，有人开始把正常秩序当成自己圈层的绩效考核。到头来，偶像成了 KPI 中心，粉丝互相内卷，现场秩序被踩成泥，谁都没占到便宜。历史上类似的场面，最后结局都不太体面。有人靠粉丝探班积攒的虚火撑了热度，结果热度一退，作品一塌，所谓高人气就只剩围观照。有人被过度应援捧得飘了，团队以为流量是永动机，最后拍出来的东西连基本口碑都守不住。还有些艺人前期靠粉丝的狂热把声势抬得很高，后期因为边界失控，路人反感，整体形象一路滑坡。真等项目要靠大众市场说话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早被饭圈自己的热情烧穿了。热闹是热闹，结局常常是热闹之后一地鸡毛。这回程毅的情况，最值得警惕的不是某一场探班，而是这种模式一旦形成惯性，后面会越来越难收。今天你让一批人离开，明天就有人换个时间点，换个出口，换个理由再来，直到现场管理变成拉锯战。粉丝如果继续沉浸在我们是想表达爱的自我叙事里，迟早会把这份爱做成别人眼里的麻烦。到那时候，演员团队会更谨慎，剧组会更防备，真正想文明支持的人也会被拖下水。最后谁都没捞着体面，
只有一堆自以为是的感动和一地狼藉的拍摄秩序。这圈子最现实的一点就是，所有被吹成美谈的东西背后都可能藏着管理成本。你看到的是绿色荧光灯和所谓的守护，剧组看到的可能是围堵、噪音、风险、延期；艺人看到的可能是疲惫、分神、压力；公关看到的则是要不要赶紧止血。所谓热爱，从来不是你把事情搞大，然后等别人给你鼓掌。真正懂分寸的人，会在该退的时候退，在该等的时候等，在该把位置让出来的时候就安静的消失。可惜很多人不懂，他们把不打扰说成了口号，把不克制当成了深情，最后把自己活成了别人不得不发倡议书的理由。说到底，内娱这点事从来不复杂，复杂的是人心，难看的是吃香。你真把一个演员当成作品的一部分，就该给他留下完成工作的空间，不是把拍摄现场变成你的追星战场。你真想看他8月8号在台上发光，那就别提前把他在剧组里耗得只剩疲态。别总想着在最近的地方证明爱，很多时候离远一点才算真的懂规矩。这个圈子最不缺的就是打着喜欢名义的围观，最缺的是知道边界2个字怎么写的人。